各位棋友，前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很多局龟背炮的精彩招法，难道它就一定是当头炮的克星吗？本局我们将站在红方的立场，为大家剖析出龟背炮的优劣点。我们直接进入主题，快速走到开局，这就形成了龟背炮应对当头炮的精彩阵型。那么任何一个阵型它都有它的强势之处，同时它还有缺陷所在。本局如果说能够找到黑方的缺陷，势必对红方来说可以四两拨千斤，巧妙化解它的强势进攻。那么前面红方有兵7进1，还有兵3进1，当然兵5进1，急进中兵，形成中炮盘头马，都是屡战屡败。那么本局红方在这里就采取一个比较小心的走法，根据他的阵型可以分析。虽然说炮8退1的话，将来既有炮8平7，还有炮8平3，形成3-7路线进行反攻，但是他开局的弱点也是他的缺陷，就是这个9路车，炮把自己的车路给挡住了。此时这里就衍生出了炮8进2，沿河18打。那这里黑方还得要注意了，首先说明他既不能走马，也不能进卒，主要红方有一招品炮打死车。可能大家会认为，我能不能走卒9进1，这不就解决问题了吗？实则如果说真正的高手对弈的话，开局走这一步棋没有进行有效子力出动，比如说进卒活通马路的话，这里显得蛮不错。那这个走法我们在这里就点到为止。那么现在黑方有几个走法，大家不妨来仔细一起探讨一下。比如说他走炮8平7，既防止打死车，同时也有将来从3路线进行反扑。那这样走的话，红方依然是可以平炮过来打车，黑方仅此飞象挡枪。大家就会发现炮和象又把这个车给锁死了，子力备受牵制。当然在这里棋局的走法选择炮8平3。在后面呢，我们也会为大家提到一个正解，它唯一的一个正解就是炮8平1。本局我们先提一下，我们就看它不好的走法，选择平到3路，这里看起来很不错。接下来红方上马，黑方进卒制马，此时红方快速平炮，闪击打马，意在出车。黑方有2个走法，象3进5，还有马2进3。我们首先看它飞象的变化，红方快速出车。那现在这里出车抓炮，黑方这个炮该怎么走呢？那这里有个眼光招，我们也不得不给大家提一下，看起来很容易走车进2，形成一个高车保炮，将来平炮把车打回老家，这是我们前面几局惯用的手法。但是这样一走的话，红方先手平炮打车，那这样的话黑方反而在这里先手丢掉车，肯定得不偿失。好，我们就看看精彩的棋局。那首先说明他能不能走炮2平1呢？如果说这样走的话，红方进车，这里一卡住的话，接下来进炮打马，势必很容易快速突破中路，显然不合适。当然在这里棋局的走法选择炮2平4，我们也为大家分析一下能不能走炮2平3呢？这一步棋我把龟背炮变成了鸳鸯炮，从你7路底线进攻，既将来能够往前翻，同时也对你的8路车有所牵制，看起来很不错啊。实则这样走的红方进车这里，那么好了，车炮被牵制，同时车马被封锁，那这招棋显然不是黑方所想要的。比如你现在如果说进炮打兵的话，形成担子炮，这一步棋也是不能走，但是我们也要提一下，因为红方既可以进炮打马，同时还有平炮折返回来打死车。当然如果说黑方进卒的话，红方果断采取以炮换马，快速抢夺中路，将来一打完之后，这个变化我们先为大家演绎一下，进炮打掉，平炮打掉，打完之后进炮打掉中卒，
这里一将军，你到底是飞象还是称势呢？显然都不妥。开局形成空头炮，同时如果说称势的话，这个炮必然丢了。那显然这个走法往下发展也是红方非常的占优。好，我们返回来就看棋谱的对局走法。黑方直接选择炮二平四，这就进入了今天最为精彩的对局。那么红方接下来有2个走法，可以说一个好，一个更好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走法进车，目的下一步棋平车吃卒，然后前车后炮，势必在这里要采取一个夺子。当然如果说你在炮3平车折返回来的话，相信这个棋大家一看这里浪费了部署不说，同时既有平炮回来打，同时还有先手进炮打马，打完之后依然能够强取中路。好，这个变换我们就点到这里。当然棋局的走法选择主动进卒，这里是摆明的要跟你进行一个交换，红方进炮打掉马，黑方平炮打掉，打完之后，那棋友们在这里看一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是不是当头就来一炮呢？这里感觉也很不错，但是还有更好的走法，先手平炮打抓车，先手平车抓炮。那现在这个黑方这个炮，如果说你这里闪开的话，进车压制，一车牵制4个子，那在这里开局黑方就得不偿失，子力被牵制。可能还有一个炮3进1，这步棋感觉很不错啊，同时这个车路也非常的畅通。但是红方始终有进炮打掉中卒来一将军，当你称势或者飞象都不太合适，同样还有进车前线压制。在开局黑方子力备受牵制的情况下，红方已经双车采取有效措施。那这里黑方已经从气势上面就已经输了一大半了。我们返回到这里，继续看红方更好的走法，也是最佳凶的走法，选择进车压制。这里显然来了一个牵制，那么黑方车马被压，车炮被牵，这里炮又不能走开，3路炮瞄着7路马，这个棋局红方是有先手的进车压制之势。那黑方唯一的走法就是先手进炮打掉兵，这里既瞄着象，同时要强行跟你对车。如果说你平车吃掉，正好退马吃掉，这一轮交换完毕呢，虽然说红方有先手之力，但是黑方还始终瞄着底象，势必稍微还有所顾虑。当然这是黑方的简单想法，红方在这里有一个巧妙走法，进炮先打掉中卒。那么这里来先手一将军，就试问黑方要不要上马踩炮呢？如果说你踩掉，那么显然这里平车吃车，得不偿失。当然他要么飞象，要么称势。首先说明，如果飞象重炮绝杀，这也是沿河18打巡河炮最大的一个巧妙手段。那没有办法，只好选择称势。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为精彩的棋局，红方在这里来了一个巧妙运子技巧。首先平炮打车，黑方仅此一步，平炮挡枪，此时再平炮打马。可以说这2步棋让黑方难以招架。这里打完马之后，底线将军你还没有办法吃，同时这里备受牵制。那现在黑方一看，我平炮反打，同样这里打着车。当然在这里比如说红方能够双炮一车，显然是3个打3个。最重要的是红方是先手，当然交换也很不错，但是黑方在这里还有顽强的手段，我们往下演变一下。先手进炮打掉马，当然你这里进炮打掉炮，打完之后红方进炮打，那么这里打你务必要吃不吃的话我平炮打马，吃完之后红方进炮打掉。大家就会发现
现在显然一轮交换，黑方丢了一个大子啊，但是他这里还有一个卒三进一，势必在这里能够巧妙控制红方的后续子力。这个棋局啊，谁输谁赢还暂时能够未定。这是一个小小的演变，如果说不走出来的话，大家肯定是会认为红方为什么在这里有便宜不占呢？实则黑方进卒的话，还是有一定的抗衡之力。好，我们就看棋局的神操作，选择平炮。下一步棋退车吃炮，可谓是先手抓炮有一定的优势。棋友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手机屏幕，进行思考一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会不会走平炮呢？或者说平炮打掉兵呢？实则如果说这样一走的话，他就会丢子。首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，如果炮闪开或者说打兵的话，现在红方是车和炮，这是2个打2个，黑方车是一车守2个，因为红方是先手。那么好了，这里先进炮一打，你要不要吃呢？你不吃，我这里平炮还打着马。如果说你进车吃炮，那我进车吃马。这一轮交换下来，显然黑方在这里开局就丢子了，肯定得不偿失。所以说在这里又有一个小小的技巧，也是非常的关键重要。那么在这里黑方选择了先手出击，进炮先打掉，先化解这个危机。现在2个炮随你挑，随你选。红方进兵吃掉，黑方此时闪开。那么好了，接下来红方这里又出现了非常巧妙的走法。显然前方力量不够，此时利刃出鞘，进车吃卒，目的平车吃掉，然后抓马。或许大家还在徘徊，先前为什么没有平炮打掉兵？实际上这样打的话，这个走法也不太合适，因为这里飞象的话就没有后续的手段了。好，此时黑方选择上马，平车吃掉。黑方没有退，而是选择上马，其实他在这里也是有一个小小的手段。接下来马5进6的话，前踩马后踩车，可谓是非常的不错。但是在这里红方又出现了巧妙的阵型走法，进车吃象一将军。大家就会发现先前这个炮8平7在这里暗藏埋伏，这也是本局棋最为精彩之处。那现在你能不能飞车呢？如果说退象吃，进炮闷杀，那没有办法，只能退士。好了，车丢了。这里吃完车，你还不能退象吃。如果说退象吃的话，进炮这里一打来抽将的话，黑方2个车都被丢掉了。那么红方是有车杀5车，同时还有车马炮强势组合，可谓是兵强马壮。没有办法，黑方只能自认倒霉，在这里上马先手先吃掉一个马，来挽回一下损失。此时黑方就陷入了败局。红方双车夺底士就是个杀棋，黑方仅此一步选择称士。那么接下来在这里就稍微有一个小小的分歧点了。棋局的走法选择炮7平2，这步棋的目的意在进炮下里实行双车夺底士，实则这样的话稍微耽误了一步棋。那么我个人认为平炮到中路感觉更加的好，因为接下来既有平车砍底士将军绝杀，同时还有平车砍中士这样巧妙手法。那现在即便是你上马的话，平车砍底士杀棋，黑方只能选择平将出来，此时平车砍中士。那么好了，接下来黑方不管做如何挣扎，红方都是平车砍士，绝杀无解。大家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车炮组合灵活招法非常的精彩呢？好了，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如果说你觉得还不错，欢迎强烈点赞推荐一下，这也是对我的支持，非常感谢棋友们。
下象棋在很多时候大家特别担心空头炮，但是金钩炮开局今天就为大家别出心裁，捋出新招。我们直接进入主题，红方金钩炮，黑方卒七进一，依然是仙人指路走法。红方上马，黑方这里并没有选择快速上马，而是选择炮八平六，形成一个视角炮。红方出车，黑方上马。此时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红方选择兵七进一，对黑方的三路线进行空间压制。黑方快速炮二平五，形成一个反架当头炮，这里也是将来能够快速方便出车马。此时红方上马，黑方也上马，红方这里就来了一个出其不意进炮打中卒。黑方当然不允许了，选择上马，红方车九平八。走到这里之后呢，看起来红方出车出子都还是蛮不错，双直车。但是黑方发现一个问题啊，红方这里是不是中路连中路中兵都不要了吗？直接打掉中兵，红方上马踩掉，黑方进炮打掉。感觉在这里啊，黑方肯定是特别高兴，开局能够得一个空头，势必后续啊能够有很大的空间压制。此时中路得了便宜，那红方就采取三路火速进攻，直接进兵。这步棋的目的既威胁三路马，一旦三路马有所闪失，平炮打中卒。黑方啊也明知道红方这个意图，直接挺卒而上。红方进兵，黑方这里选择马三退一，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精彩小飞刀，我们也为大家分享一下。马三退五，马回窝心，这里有没有问题呢？这样一走的话，红方快速进车捉中卒，中卒没有办法保，黑方在这里索性不管了，平炮，这个中卒啊就让给你。红方不着急，迅速先上马，因为先前你即便是在卒五进一的话，这里车二进四的话，反而帮助红方快速出双车。此时黑方选择车二车九进二，目的也是快速出来，红方平车吃掉，黑方平车占据那道线，将来进车到前方势必这里能够形成抽子。现在红方这个车被围困住，然而红方这里走了一个妙招，上马踩双炮。黑方心想，你居然敢这么大胆，我现在双炮在中路牵制着红方的车，势必车六进二，现在你是不是要丢子呢？显然你这个车走开的话，我吃马，你进车吃炮或者退车吃炮，我这里你肯定是得不偿失。哪曾想红方在这里是有妙手的，棋友们暂停一下，看看你平时能不能走出这样一个小飞刀呢？以为红方会进车砍炮，实行一个换，但是红方在这里上马踩炮，这步棋可以说打开了新局面。现在黑方就比较尴尬，是退炮打马呢，还是飞象吃马呢？无论你怎么解决吃马的话，红方都是吃车。黑方不愿意，选择平车吃，哪曾想这里吃完之后，红方上马是将着军的。因为先前无论你是退炮打还是飞象吃，红方都是吃车，黑方开局丢车肯定得不偿失。由此可见呢，在这里黑方宁愿丢掉老将，也要吃掉对方一个车。前面这是一个小试飞刀，接下来我们就看黑方马三退一的变化，可以说进入了今天最为精彩的棋局。此时红方上马，然而黑方这里就非常的高兴，现在黑方这个马跳到边路，可以说困马之斗。红方这个炮是比较灵活的，黑方选择上马直接给你踩掉，可以说换掉你一个比较有威力的子力，肯定黑方比较得意。红方进车吃掉马，吃完之后黑方选择车九进一。当然为什么没有走车一进一呢？也是因为红方七路炮随时能够瞄准黑方底线，这个车在这里起一个防守作用。此时红方上马踩炮，
现在黑方选择退炮，接下来这一步棋稍微有点不可思议。棋友们不妨暂停一下手机屏幕，看看如果是你的话，红方该如何行棋呢？或者说大家可以猜测一下红方车2进4这一步棋的意图，稍微有点不可思议，但是为今天后续的精彩手段预留了埋伏笔。黑方平车抓马，红方平兵挡住，此时红方进炮，这里打着车拆散你的阵型，势必在这里要得一个子。哪曾想这样走完之后，红方此时来了一个惊天妙手，棋友们看看你能不能走出这步棋呢？可能需要一定的胆量。红方二话不说，平车砍掉中炮，就来了一个弃车。现在炮打着车，卒吃着车，黑方该何去何从，如何抉择呢？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变化，进卒吃车的变化。那么好了，这里吃完之后，红方跳马踩掉炮，踩完之后这里还回马踩着卒，黑方当然是不愿意丢掉这个卒，选择卒5进1，因为中路就是这一个卒，他又不能两边平开。此时红方进兵威胁黑方这个车，平车，这里还牵制着红方马，再次平炮打车，可以说运子技巧行云流水，只能选择车6平8避让一手。接下来红方平车中路一将军，黑方称是退车吃卒。好了，走到这里，棋友们再次看看黑方接下来该如何应对呢？现在黑方是双车，红方是车马炮一个过河兵，虽然说少一个车，采取一车换2，但是红方这里是有绝对的先手进攻优势。此时如果说感觉能够进车的话，但是红方可以平炮，将来势必能够形成铁门栓。所以说黑方这个车不敢轻举妄动，选择象3进5，这样的话双向连接，势必形成一个稳固的城防。当然8路车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因为红方随时有跳马卧槽的棋。此时红方平炮中路，黑方目前来说还不敢吃兵，因为你这里一吃的话，进车吃象带着将军，瞬间士象必破。黑方平车，红方进兵，这一步棋就稍微有点来势汹汹了。接下来采取中路以及两肋准备攻杀。黑方稳妥起见，再次车3平2，也是防止这个小兵将来威胁车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，红方平车，将来势必进小兵，形成强行的铁门栓。黑方此时一看平车捉马，现在你这个车闪开了，也不担心卡住象腰，红方上马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棋友们看看黑方该如何进行呢？这里选择的进车，心想我在必要的时候砍掉你的当头炮，势必对我还威胁不大。哪曾想红方这里直接采取平兵，就开始了一个攻杀。那么好了，这里一将军的话，首先说明士不能吃马和兵双将，将5平4只好出来，兵占花心。接下来红方仅此一步，上马的话亮车绝杀无解。我们返回来，先前黑方这里是进卒吃车的变化，我们继续看他平炮打车的变化。可以说这个变化以及最后的攻杀更加的犀利精彩。此时红方进车吃卒，这里来一个先手将军，首先说明黑方不能平车到中路挡住，因为红方有平炮。那这样的话，将来进炮打掉车，同时你即便是现在飞象的话，那这里平车吃卒，势必你这个车一时三刻还走不开。所以说黑方在这里选择称士，这里之所以称4路士，也是将来能够将5平4，借助车能够当一层保护。此时红方上马踩掉炮，
在这里说明一下，黑方他还不敢进车吃兵。如果说进车吃，红方上马这里一将军的话，好了，这个车又被丢掉了。为稳妥起见，双车目前来说只能采取防守。车一平二，选择还牵制红方这个马，此时平炮中路。现在不敢吃兵，也不敢吃车，因为防止红方平车这里又反抽了。此时黑方稳妥起见，选择了一个将五平四，也是摆脱中路牵制。当然，如果说飞象的话，这里直接进去吃掉。其实在这里啊，黑方已经走了一个败招，因为红方随时有这样一招棋平炮，那么好了，这个车啊又被打死了。当然，在这里红方并没有这样走，而是选择进兵。这一步棋可以说非常的微妙。明知道这个马现在被黑方即将吃掉，然后发挥出比较余热的作用。此时现在车如果说吃掉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上马踩了，车闪开的话，这里平炮将军迅速这个马又能够激活。黑方咬着牙乘势，这里相信呢，棋谱啊，它也是为了给我们展现一个精彩的杀法。此时红方再次平炮，显然看起来这里是打车，实则接下来露出中路，借帅助攻，千里照将，进车啊就是个绝杀。黑方只好选择乘势。好了，棋友们看看，如果是你的话，常规思维的话，会不会走出接下来比较凶狠的棋呢？现在是跳马踩中士呢，还是另谋他路呢？此时红方进车砍士，这步棋还是需要一点的思维的。换做常规思维啊，可能是这个士还不敢吃，但是大家就会发现这个炮啊牵制住了黑方的3个大子。接下来进车啊就是个绝杀，黑方无可奈何，贪吃一马。此时红方一招制敌。棋友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最后进攻的杀法非常的精彩犀利呢？如果说你想到了好的精彩妙招，欢迎在评论区点赞交流，来个666，既是对你能力的证明，也是对我的支持。非常感谢各位朋友。各位棋友，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分享仙人指路精彩对局。本局开始为大家分享足底炮如何应对仙人指路后手反击。我们直接进入主题，红方兵3进1，黑方炮8平7，仙人指路对足底炮。可以说啊，足底炮应对仙人指路是非常好的一个阵型。此时红方炮2平5，架起当头炮，黑方还架当头炮。红方上马，黑方也上马，双方啊出动子力都是比较迅速。红方抢先车1平2，准备进车压马，黑方马8进9。走到这里之后，红方也选择马8进9，左右子力啊，双方啊均衡出动。黑方平车抓炮，红方平车保住。那么现在呀，接下来就是黑方行棋了。现在走到这里之后，红方啊2个车都出来了，黑方的弱点呢就是9路车，目前来说没有开动。此时在这里啊，黑方选择卒7进1，这里是足底炮比较精华的一招，目的就是兵锋相向，招惹红方。红方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吃。吃完之后呢，这里就运用了一个小小的技巧，先弃后取，采取一个车2进4。这里啊，进车捉兵的优势，实行一个左车右调，达到一个火力集结。那么现在红方有2个走法，车2进6，车2进5，进车过来啊防守。第二个是兵3平2，交给车来看守。本局我们先看第一个变化。那么好了，走到这里之后呢，黑方卒9进1，因为正好活通马路，同时还踩着车。现在红方啊选择平车吃卒，吃完之后，在这里接下来又走了一步非常妙的棋。棋友们看看黑方如何采取反击呢？炮5退1，这步棋是几个意思呢？接下来平炮啊就是打死车，红方赶紧选择退车。
这个车啊先交给兵来看守，同时守住自己的巡河线。此时红方平车吃兵，接下来这里要进炮打马，以及再进车吃，目的两个子抢夺你一个。现在红方有两个走法，比如走马3进4的话，大家在这里看看你能不能找出杀棋呢？如果说直接上马的话，这是直接败局一个，因为黑方可以进炮打掉中兵，这里一将军，士4进5进车砍象铁门栓，士6进5的话进炮打底象闷攻杀，你这个炮走开的话也不太合适，依然有进炮打象，形成一个天地炮的杀法。好，那么他现在比较稳妥的就只能选择马3退1了。如果说马3退2的话，顺势出车依然是抓马。那么现在感觉黑方可以进炮打掉兵呢，这步棋看起来还不错。但是这样一走没有先手，黑方选择快速出车，目的很简单，接下来这步棋进车过来抓马。现在红方又有两个走法，车8进1以及象3进1，因为这个底象是黑方主要进攻的目标，也是红方的致命弱点。那么好了，这里走完之后，车来守住马，此时黑方再次进炮打掉中兵。这里来一个先手将军的话，务必这里要采取称士。现在如果说走士4进5的话，还是比较稳妥的，但是大家肯定有疑问，我这里能不能走士6进5呢？如果说这样一走的话，只需要一步棋一招致命。黑方车8进8，这里一卡马的话，接下来进炮打象，绝杀无解。即便是你帅5平6的话，进炮打象一将军，帅6进1，再次进退炮一将军这个车白白抽掉了，肯定是得不偿失。所以说在这里红方比较稳妥的就只能士4进5。此时走到这里又该如何进攻呢？同样还是车8进8，这一步棋非常的巧妙而且凶狠，既卡住象腰，别住马腿，主要一步棋再次进车吃象，就是铁门栓杀。红方想解杀的话，仅此平车占据了一道线。此时黑方进车吃掉，当然这里进炮打的话也是蛮不错的选择，因为还可以平炮甩到边路。那么现在吃完之后呢，这里将着军，红方只能退车。为什么在这里没有采取进炮打呢？因为进车这里将军是有杀，先带着杀的，更加的快捷。好了，接下来走到这里又是关键点了，棋友们不妨思考一下，换作是你的话，接下来这步棋该如何走呢？是不是直接平车吃掉呢？感觉还是可以，吃完之后呢，我再次平车吃马，这样的话赚一个子也还是不错。但是更加好的就是先忍住不吃，车7平8。现在红方这个车被黑方这个车采取了一个吸星大法，他现在走不动了。那你吃我的话，我进车吃你的话，就是个绝杀。这里车走开，主要是也为炮让道，接下来进炮下底就是个将军，红方这个车必须得走开。再次平车打士的话，这也是败局一定。红方也没有办法，仅此选择平车吃掉。此时进车将军，红方回马依然是吃马，绝杀无解。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运子的技巧非常的精彩犀利，行云流水呢？我们继续回到当前局面，红方第二个变化象3进1，因为红方这个3路底象是一个致命的弱点。此时这里走完之后，黑方走车8进8卡住，准备平车吃马也是可以，但是就速度的上面呢稍微慢了一步。此时炮5进4打掉中兵，利刃出鞘。那这里一将军的话，他还不能走士4进5，因为这里进车将军的话，双车夺底就是个绝杀。无论你回马还是回象，都是平车吃完之后铁门栓绝杀无解。
比较好的仅此士六进五。那么好了，接下来就进入今天最为精彩的部分了。此时黑方依然是车8进8，卡住象腰，抵达下二线。现在双车一炮，包括中炮啊，在这里形成了致命的威胁。那么现在红方啊，已经感觉大事不妙，炮8退1，目的啊，打着这个车啊，想把这个车赶走。现在棋友们不妨思考一下，暂停一下手机屏幕，看看如果是你的话，能不能想到接下来黑方这里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招法呢？看起来好像啊进攻不动，车闪开，大家就会想到这个炮啊能够下底。此时这里来了一个士4进5，前面攻杀如潮，为什么在这里补后中路呢？实则接下来大家就会发现巧妙之处。红方如果说不仔细的话，平炮打掉车的话，黑方车7平4，这里实行一个双杀，进炮下底闷攻绝杀。那你现在必定要先挡住这个炮，无论是平车还是平炮，这里都是将平4。可能在这里啊，平炮呢稍微顽强一点啊，因为平炮挡住，当黑方将5平4，它可以进炮打象。这里一将军，黑方将4进1，此时再进车将军，将4再进1，这里将2下玩玩就够了，主要一招致命还是来不及了。好，我们返回来。那么在这里啊，既然吃车不成立的话，红方该如何巧妙应对呢？黑方主要比较厉害的就是车7平4，占据内道线，实行铁门栓。红方提前平车，这里守住。那么好了，棋友们再次看看，接下来这里还有没有更加厉害的神之一手呢？这里炮还打着车啊，好像没有攻杀，依然是车7平4，强行过来吃车。那么现在如果说你打的话，我这里进车吃完之后呢，再次将5平4，依然是绝杀无解。他也不能吃车。如果说吃我们的话，进炮下底闷杀。那么好了，现在要么平车挡炮，要么象3进1。那他比较勉强的就只能飞象，车走开的话，这里出将绝杀。此时黑方进车吃掉，红方也没有办法平炮打掉车。打完之后将5平4，依然是绝杀无解。那么在这里啊，红方啊阵型上面出现了一个弱点，就是这个7路底象啊有象无处飞，同时这里8路车啊没有出动，速度比较慢了。黑方在这里采取了一个快速攻杀。好了，这一局啊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。